相信荧幕前的您，如果曾经做过嵌入式系统专案，必定也曾为了电源方案而感到头痛过吧？最近我们正好遇到类似的需求，突然就想到市场上有这么一款模组 USB PD Trigger， 也就是俗称的 USB PD 诱骗器。这个小小的装置能从 USB 充电器中请求特定的电压输出，换句话说，只需要一个支援 USB PD 的充电器，透过这个模组就能摇身一变，成为任何我们所需电压的电源模组。那它的价格呢？包含 Type-C 接头、控制晶片以及 PC 板，整个模组仅需要14元新台币，甚至不到 0.5美元。这样的价格，就算应用在商用产品上也非常划算。而且这只是我在虾皮上少量购买的零售价，若直接从源头采购，成本还能大幅降低。所以这样的电源模组不来测试一下它实际的性能，那岂不是太可惜了？因此我准备了2个模组，分别为固定12伏和固定20伏的模组。我最想知道的是，它是否真的能突破传统 USB 3安培的限制，像充电器请求12伏5安培等于60瓦的电源，或是20伏5安培100瓦的电源呢？另外，这么小小一个模组，又是否能稳定通过如此大的功率，而不会过热或烧毁呢？要测试这样的模组，首先我们得有个能够承受这个输出功率的负载。我们同样使用先前所使用的这组2安培电子负载，用来观察电源的特性。另外，这里有5颗20欧姆的水泥电阻，能够承受100瓦的功率。我们等等会用它来与电子负载并联，以便抽取最大功率，希望这样能够满足我们的测试需求。另外，因为要 USB PD 提供的电流突破3安培的限制，就得使用带有 eMark IC 的线材才行。为此，我当然已经准备好了这条5安培的 eMark 线，以及100瓦充电器。这条带有 eMark IC 的线材，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标示着240瓦，也就是说，它可以支援到现行 USB PD 的最高电压48伏。然后这颗100瓦充电器有3个 USB-C 的孔，以及一个 USB-A， 共4个孔。上面2个 USB-C 的孔用一个闪电萤幕的符号框起来，应该就是代表着 C1、C2 的任何一个孔都可以支援100瓦电源，而 C3 呢就只能支援到大约20瓦的电源。因此，可能就较不足以供给较大功耗的电器。而 USB-A 的头最大也是大约只有支援到 22.5 瓦左右。现在我们就先使用 C1， 接到这个12伏的模组，将它的电压施加在电子负载上，然后开启电子负载程式，抽取2安培电流。从结果来看就很明显了，透过诱骗模组对这个100瓦充电器抽取2安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不过我们还是先确认一下电子负载是不是真的有抽取足够的电流。以这2个电阻所组合出来的 RL 大约 0.46 欧姆来看，负载所承载的电流应该真的就是2安培没有错。2安培之后，如果要再增加抽取的电流数，那就要靠这些水泥电阻啦。我们把这5颗电阻组合起来，然后每一路都加装一个 jumper 做并联开关。这样，这块水泥电阻板就是一个可承受100瓦的负载啦。所以再来要将这2条线和电子负载并联，以便增加抽取的电流数。
所以为了连接方便，我们将电子负载的输入接头扩充成2个，以便连接扩充用的负载。现在我们就先将这组12伏模组的输出电压施加在这2组负载上，只要每增加一路20欧姆并联，就将会额外抽取 0.6 安培的电流。我们将抽取的电流增加到3安培。然后再透过电子负载逐步的增加到5安培，然后观察电压变化的情形。不过，随着电子负载拉载到2安培，输入电压也下降到只剩5伏多。这么一来，总电流大概也只到 3.25 安培左右。很明显，应该是已经超过负荷了。我们看一下充电器的规格标示，12伏的规格只能到3安培。只有20伏可以支援到5安培，这也难怪电压会大幅下滑。不过好在它还没有坏掉，这就说明了在测试前应该先详阅使用说明，不然是有几率造成损坏的哦。接下来我们就真的要进入正题，用20伏模组来测试100瓦电源了哦。因为一旦在20欧姆电阻上施加20伏的电压，每路的电流将会高达1安培，电阻将工作在满载20瓦的功率上。因此，为了尽量拉长测试时间，避免元件烧毁，我们直接就帮它加上散热片吧。同样的，我们先将20伏模组的电压施加在负载上。然后先逐步拉载到3安培，因为每一路是1安培，所以安装3个 jumper 就可以了。然后启动电子负载，额外拉载2安培。你看，这次的结果就比刚刚好很多。电子负载拉载2安培之后，电压并没有大幅下降，仍然维持在19伏多。即使我们用了1米的线材，拉载了5安培，负载端仍然可以得到 97.5 瓦的电源。而且Trigger模组本身并没有什么温升，应该就很适合长时间使用。那现在如果我们再把电流加大呢？电压果然就下降了。这很正常，因为已经超过负荷了嘛。那如果换成这种不带 eMark IC 的线材呢？拉载3安培，电压就已经有一点下降了。如果电子负载再拉载下去，电压就会急剧下滑，很明显就是没有办法拉载到5安培。那接下来，如果我们用这个12伏的模组，把它接在 Type A 的接头上面呢，是不是也可以取用协议的电源呢？答案是不行。这次的测试结果其实有点让我感到惊艳，因为这个 Trigger 模组不但可以抽取 USB PD 的电源，而且对充电器的供电协议也相容于带有 eMark IC 的线材，这让我们可以无障碍的自由取用 USB PD Charger 的完整功率，大幅简化我们采用 USB PD 作为电源的复杂度。今天的测试就到这边啦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最后别忘了帮我们的频道点赞订阅哦，我们下回见啦，拜拜。